母亲，二婶为何让你邀请那些夫人啊？想来不过是为了结识那些夫人，好给你堂姐择个贵婿。11月20是陆昭昭的生辰，谢氏正在小厨房里亲自下厨，做她最喜欢的红烧狮子头。嫂嫂，你和大哥都这么好看，我的小侄儿一定好看的不得了。好不好看都不要紧，只要他品行端正、健康快乐便好。嫂嫂说的对，等小侄儿出生，她都出嫁了。昭昭，你是云阳侯府的姑娘，这儿永远都是你的家，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嫂嫂永远都是你的后盾，所以不要难过。能嫁给自己喜欢的人是值得开心的事。她总觉得自己上辈子一定做了很多好事儿。昭昭，我听母亲说今日是你的生辰，这是我特意给你选的生辰礼，希望你不要嫌弃。多谢堂姐了。二婶请坐吧，我母亲在小厨房呢，一会儿便回来了。静怡，你这肚子如今都想怀了呀，这肚子看起来圆圆的，倒像个女孩。男孩女孩都好。也是，静怡同景华成婚4年才有身孕，景华都没纳妾，可见你在景华心中的地位，生男生女自是不打紧的。二婶，您莫不是忘了陆家家训？既然您忘了，我提醒您一下，凡是陆家子孙，男子不得纳妾，女子不得为妾。陆昭昭，你的礼物来了。是父亲他们回来了，你怎么来了？堂堂大理寺卿，死皮赖脸非要跟过来，也不知道你怎么这么闲。阿弟，来这便是客。伯母，打扰了。沈世子来了，正好尝尝我的手艺。多谢伯母。陆昭昭，生辰极乐。谢谢啊。家您在宫里出不来，但托我给你带了生辰礼，我让人给你送到院子里了。弟妹也来了，一同用膳吧。他刚想开口说离开，谢谢大伯母。昭昭，这是母亲亲手做的，你尝尝好不好吃？好好吃啊！母亲，你真的好厉害啊！好吃便多吃些。我说沈世子，我妹妹的脸上是有花吗？你不吃饭直勾勾的看什么呢？二哥，行，我不说话了，行吧？忘气奴。陆昭昭，你什么时候胆子变得这么小了？从前要把我衣服的架势呢？我那时候还小，不懂事。是挺小的。那这话说的哪里有不对劲？你还有事吗？没事，赶紧回去啊。陆昭昭，岁岁平安喜乐。堂姐在这里做什么？我瞧着你许久都没有回来，有些放心不下，故而出来看看。堂姐，我回去了，你自便吧。侯爷还是这般务实啊。说好吧，知我者明令也。姑娘，快瞧瞧，沈世子送的是什么？姑娘，好漂亮呀！等下次见面，问问他就知道了。离陆昭昭出嫁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沈家言，你在我家门口干什么？等你。呀，今日沈大人怎么这么得空啊？本来是没空的，不过把你二哥扣下，我不就有空了？反正他又没有媳妇。沈家言，我发现啊，你越发不要脸了。去不去看灯会了？当然去啊！陆昭昭东看看西看看，沈家言便寸步不离的守在他身边。昭昭，昭昭，好久不见，你更好看嘞！还是保住你有眼光。昭昭，你怎么能这么可爱啊？便发现沈家言冷冷的盯着他的手。陆三姑娘，薛二公子，昭昭，我们一起可好？可以啊。沈世子，陆三姑娘是这个世上难得的好姑娘，还望你日后不要辜负了她。薛公子，你当真知道何为喜欢吗？还是你打着喜欢的旗号，在肖想旁人的夫人？沈世子，你这是何意？就算如今是你抱得美人归，你也不该嘲讽我的一片心意。你说错了，陆昭昭是我求来的。你干嘛？给你。沈家言，你不要以为一串糖葫芦便能打发我，下次你再敢扯我头发，我便打你。昭昭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堂姐，沈世子也在啊。昭昭，这两位是？这是昌平侯府的大姑娘薛宝珠和二公子薛继承。薛大姑娘，薛二公子。昭昭，你今日怎么同沈世子一起出来了？你们尚未成婚，若是被人看见了，说三道四可怎么好呀？我与陆昭昭是圣上赐婚，是我与我母亲亲自上门求亲，云阳侯府才应允的亲事，谁敢说三道四便是抗旨。我就是好心提醒一下。堂姐，收起你的好心，也收起你的眼泪。你若是想告状，大可以带着二婶再来一趟云阳侯府。陆昭芷最终掩着面哭哭啼啼的走了。说，昭昭，那我们也先回去了。好。沈家言，我想放孔明灯。走吧。就这个吧。公子夫人可要在这灯上题字啊？还能题字啊？自然可以，这是小店的特色。岁岁欢愉，愿与陆昭昭岁岁年年常相伴。沈家言，你究竟从何时开始喜欢我的？陆昭昭，你亲我一下，我便告诉你好不好？唇轻轻地印在他的下颌，所以你早就喜欢我了，对吧？
陆昭昭，我心悦于你，从很久以前便心悦于你。沈家眼，所以你从前在矜持些什么啊？我不是，昭昭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不用说了，我不想听你说，我要回家了。你要是敢跟过来，我便同你退婚。他说要同他退婚。姑娘，您没事吧？我刚才装的，像不像？姑娘，您都快将奴婢吓死了。姑娘，到底怎么了？琉璃珍珠，你们知道吗？沈家眼他今日对我表白了。哎呀，他说他很早以前便心悦于我，你们明白了吗？姑娘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你怎么还生气了？他明明就是喜欢我，还装的一副矜持的样子，看着我整日围着他转。这次我一定要让他来围着我转。姑娘，奴婢有一句话不当讲，但奴婢实在是忍不住了。讲吧。姑娘，您现在就特别像小人得志。沈家眼拿着一壶烈酒，猛灌了一口，盯着桌案上女子的画像。昭昭，你说世子这是怎么了？以前便总是盯着陆三姑娘的画像看，如今都快要成亲了，怎么又拿出来了？还喝起酒来了？你进去问问。冰块里。等一下，帮我把这个给昭昭。沈家眼，这都多少封了？我妹妹可是一封都没回你。依我看，你们两个不如退亲算了。沈家野，我可是陆昭昭的亲哥，你要是敢跟我动手，我妹妹就更不愿意搭理你了啊！说完便跑了出去。祖宗啊，你们两个到底是在闹什么呢？二哥，咱们家的祖宗在祠堂里供着呢，你再胡说，当心父亲揍你啊！陆昭昭，你看我今日不打你的。二公子得罪了。琉璃啊，不是说了吗？让你们去沈家眼。沈家眼，你疯了吗？沈家眼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敢乱来，当心我父亲和兄长打断你的腿。陆昭昭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沈家眼，你喝醉了，赶紧哪来的回哪去啊！我不走，我走了你便要去嫁给旁人的是不是？雪色肉色天姿国色，你与心热，我已烧作一盆火，一团火。流连芳泽，魂不似墨，真情假意求不得，看不破。陆昭昭，你是我的，你只能嫁给我。沈家眼，你醒醒！让你整日不理睬我，如今还不是在我手里了？不许碰我！那陆昭昭可以碰吗？昭昭，只有昭昭可以。珍珠，琉璃，姑娘，怎么了？珍珠，你去趟松柏院，让我二哥过来一趟。怎么了？这大半夜的，什么事这么急？沈家野，你竟然敢深夜闯我妹妹的闺房！沈家野，你给我起来！二哥，你干嘛？他就是喝多了。哼，我看他就是借着酒意故意的。二哥，你把他带回你院子吧。若是有人问起，就说你们谈公事来着。要不是你们俩就要成婚了，我肯定打断他的腿。二哥，你快带他回去吧，我也要歇息了。明日他要是醒了，你就同他说我不生气了，可别在半夜往我院子里跑了，吓死人了。翌日清晨，哟，沈大人醒了呀。他起身就要冲出去。沈家野，你还敢去我妹妹的院子是不是？你不要以为你是我的上司，我便不敢同你动手。此事是我不对，我去给昭昭赔礼道歉。行了，昭昭说了，他不生你的气了。这眼瞧着就要大婚了，也不知道你们俩这是闹什么呢？他当真是这么说的？行了，赶紧去大理寺吧。成婚前一日，母亲您来了。一转眼，我的昭昭都要成婚了。母亲还记得你刚出生时的样子呢。母亲，昭昭，成婚以后要同沈世子好好相处。静柔长公主是个明理之人，想必日后定不会为难你的。母亲放心，女儿知道的，定不会丢了咱们云阳侯府的脸面。昭昭，这本书你收好，自己好好看看啊。这个瓷瓶里是化瘀消肿的良药。母亲，为何要给我这个？好好收着，小孩子家的，乱问些什么？只见画面上，男子与女子相对而坐，那女子的腿还勾在男子的腰间，仿佛是一个烫手山芋，以至于他都没有注意到究竟扔到了哪里。天刚蒙蒙亮，还不住地打着哈欠。全喜嬷嬷拿着2根银线，轻轻地给他开脸。一梳梳到尾，二梳梳到白发齐眉，三梳梳到儿孙满堂，四梳梳到富贵与绵长。沈世子想娶我们云阳侯府的姑娘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沈世子能不能娶到世子夫人，便要看你的诚意了。我沈家言此生绝不负陆昭昭，必定待她如珠如宝，绝不食言。沈世子莫忘了今日之言。娶媳妇喽！女儿拜别母亲，愿母亲壮年有长春，万年无岁末，岁岁安康。昭昭，你永远都是云阳侯府的姑娘，父亲母亲只盼你岁岁欢愉。母亲，昭昭记下了。
家里出城，良缘遂地，金盾坚铁，愿相敬之如宾，重临祥野，克定昌于绝好，同心同德，一世一家，永结鸾寿，共蒙渊典。昭昭，云阳侯府永远是你的后盾，不要害怕，也定不要委屈了自己。媳妇儿说悄悄话了，晚上有的是时间说啊。大嫂，劳烦照顾一下我夫人。二弟放心吧，弟妹就交给我，定不会让她受半分委屈的。沈家野，你是不是又喝醉了？没有，你先去床榻上吧，不要着凉。沈家野，你不会是紧张吧？昭昭，我心悦于你。遇见你的眉眼如清风，不怕，我亲亲呢。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。沈家野，你混蛋！留恋如时光搁浅，是重逢一如初见。缠绵间。沈家言，你够了！昭昭，昨晚我已经帮你上过药了，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大尾巴狼！昭昭，别气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什么时辰了？刚过某时。慌乱的起身下榻。我爱的父亲母亲不会介意。沈家言，今日若是惹了长辈不悦，我便同你没完。夫人想怎么个没完？为夫定然配合你，可好？你好生不要脸啊！琉璃、珍珠，进来吧。孙喜给祖母请安，愿祖母福寿康宁。好孩子，起来吧，日后同家言好好的。谢祖母。家言便率先一步弯腰将他扶了起来。儿媳给父亲、母亲请安，愿父亲松柏同春，母亲容颜永驻。谢父亲。昭昭，日后啊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家言呐，欺负你，尽管来告诉母亲，母亲替你做主。昭昭，这是母亲当初嫁给你父亲时，你外祖母给我的，你拿着。谢母亲厚爱。这是二叔和二婶。见过二叔，见过二婶。家言这新媳妇儿真是好看。陆昭昭俯身谢过。见过二嫂。二哥，你当真是好福气啊！竟然娶了这京城最好看的女子。离你二嫂远些，当心我揍你。当真是娶了媳妇儿，忘了兄弟啊！他给弟弟妹妹啊都准备了礼物。多谢二嫂。不客气。大嫂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他下意识的抬头看了一眼沈家晨。弟妹的心意，你便收下吧。谢谢弟妹了。咱们先用膳吧，午后家言和昭昭还得进宫谢恩呢。我自己能走，你别扶我。他假装听不见，根本不带松手的。臣参见圣上。您父参见圣上。哼，平身吧。谢圣上。如今你已成亲，朕也就放心了，不用再为你的婚事发愁，当是能睡个好觉。臣惶恐。得了吧，带着你的心腹去见见太后，太后早就盼着你们了。臣告退。沈家言，这是皇宫。我知道。他愿意牵着便牵着吧。沈家言，我发现你同大哥长得还是有点像的。但是我更好看。那倒是。皇祖母，一会儿昭昭来了，您可不要为难她哦。
你这个丫头，皇祖母在你眼中便是这样凶神恶煞之人呢？怎么会呢？皇祖母是这世间最好的祖母，人美心善。满皇宫啊，就数你嘴甜。太后，沈世子和世子夫人来了。宣，民妇给太后娘娘请安，给外祖母请安。都起来坐下吧。昭昭，初到护国公府，可还习惯？都是自家人，也不是在外面，用不着这些虚礼了。你便同家衍唤我外祖母吧。回外祖母的话，一切都好。哎，那便好。外祖母便祝你们恩爱不移，白首不离。谢外祖母。皇祖母，你也有许多日子没见表哥了，要不你放我和昭昭出去玩会儿，让表哥陪你可好？去吧去吧。谢皇祖母。佳宁，你慢些拉着昭昭。知道了知道了，成了婚的男人可真啰嗦。昭昭，昨晚怎么样？宁宁，你再乱说，我便不理你了。好了，不说了。昭昭，好生羡慕你，可以嫁给自己心仪之人。宁宁，你是这世间最好的女子，定会嫁给自己喜欢的人，一生喜乐无忧的。昭昭，你真好。这心腹可合心意呀？甚合心意。既然合心意，那就早些生个孩子，也让我这个老婆子抱抱曾孙。外祖母，我突然想起了还有公务要忙，便先告退了，改日再来看你。昭昭，我们回家吧。咦，表哥，你能不能克制一下你自己？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了。克制不了。昭昭，等我出宫去找你玩。有话好好说，贴那么近做什么？宁宁，那我先回去了，等你出宫记得来找我。一定。夫人，可要沐浴。走吧。你们下去吧。啊，你做什么去啊？沐浴。你不许去。为何？你要沐浴就重新备水，不许用我用过的。突然弯腰亲在他额头上，他又气又羞。陆昭昭，你不怕憋坏了？沈家衍，你真的很烦。叫夫君。家衍哥哥，夫君，明日还要回门呢，今日早些歇息吧。陆昭昭，你给我等着。沈家衍呢？回夫人的话，世子在院子里打拳呢。起身就朝外面走，只见他一套拳法下来，行云流水，刚劲有力。夫人看的可还满意？马马虎虎吧。二婶，您府上当真半点事没有吗？今日可是昭昭回门，不是陆昭只回门，您在这儿不太合适吧？你这孩子都是一家人，我这当婶婶的有什么带不得的？二婶，但愿您能心想事成。锦荣，少说几句，一会儿昭昭就该回来了。给父亲请安，给母亲请安。小婿见过岳父大人，见过岳母大人。都起来吧，快坐下。母亲，都是成婚的人，怎么还撒娇啊？当心家衍笑话你。岳母，只要昭昭高兴就好。算你小子识趣。昭昭当真是好福气，竟然嫁给了沈世子这般身份尊贵又体贴的儿郎，不像你堂姐，竟然连和这般儿郎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弟妹，今日是昭昭回门，你说这话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。大伯母，对不住，我母亲没有别的意思，她只是替昭昭高兴而已。是啊，大嫂，你可千万别生我的气呀。你们先坐着，我去小书房看看饭菜做得如何了。母亲，我陪你去。自求多福吧，父亲和兄长可是很难缠的。母亲，你为何不问我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受欺负啊？瞧你这面色红润的模样，哪里像过得不好的样子？再说了，你不欺负别人，母亲就得烧高香了。沈家衍，你如今这新婚燕尔，其乐融融，倒是累得我整日不得半分空闲啊。若是二哥哪日成婚了，我定也给你放个长假。哎，我说你这家伙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？家衍说的对，妹妹如今都成婚了，你也抓紧些吧。等日后熬成了丑八怪，看哪个姑娘还肯嫁给你。你母亲说的对啊，咱们家就属你最让人操心，不孝子。行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拖了咱们家的后腿。你知道就好。陆昭昭在旁边偷笑，沈家衍则是一脸宠溺的看着他。都饿了吧？午膳已经摆好了，咱们去用饭吧。二哥，你要是把他灌多了，今晚就让他去你院子里睡觉吧。母亲，我先送他回海棠院歇歇。快去吧。沈家衍，你真的臭死了！好香。沈家衍，你真的很不要脸。嫂嫂，才2日未见，我怎么觉得你这肚子仿佛又大了一些？
可不，他如今调皮得很，整日踢我。倒是你在护国公府可还习惯？长公主殿下可还和善？我一切都好，婆母待我也甚是和善。昭昭，你如今也算嫁得高门了，若是有合适的儿郎，可莫要忘了你堂姐呀。那不知在二婶眼中，什么样的儿郎才算是适合堂姐呢？学识品貌须得出众，家世也不能太低。弟妹，今日是昭昭回门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也有些体己话要同我女儿说。大嫂，那我便先走了。堂姐，莫忘了陆家家训，女子不得为妾。昭昭，你说笑了啊？昭昭，不用理会你二婶的话，日后他们二房的事我们都不会掺和了。是，母亲，女儿知道了。你怎么这般没用？陆昭昭都能嫁给护国公府的世子，你怎么就没这个本事呢？母亲，你要我嫁入高门，是当真为了我着想，还是为了给陆景年铺路？陆昭直，既然你这么觉得，那你的亲事便自己做主，你想嫁谁便嫁谁。母亲，若我也想嫁给沈家衍呢？你疯了吗？是，我是疯了。沈家衍，你如今已经是有妇之夫了，守好妇道，不要整日沾花惹草。陆昭昭，你如今冤枉人的本事倒是愈发厉害了。哼，现在肉色天色各色。大嫂，您可别怪我说话直，家衍这心腹啊，有点太不知礼数了，竟让长辈在这等这么久，也不知云阳侯府是如何教导女儿的。昭昭年纪还小，贪睡些也正常，谁又能想到妹妹这一大早就回府了？再说了，昭昭是我的儿媳妇，再怎么样也轮不到旁人来说教。青云，不许胡说！给祖母请安，给母亲请安。昭昭来了，这是你姑母，你还未曾见过。果然是个狐妹子，见过姑母。沈青云没有应声，沈家衍便伸手将她扶了起来。坐吧。家衍，我再怎么说也是你们的长辈，你有点太目中无人了吧？姑母，我夫人身子金贵，劳累不得，您这一大早回府，总不能是特意来为难我夫人的吧？母亲今日依然有些发热，儿媳来晚了，可叫郎中了。母亲放心，郎中说只是染了风寒，刚刚已经喂过药了，现下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哦，那便好，快坐吧。见过姑母。你嫁过来都已经1年多了，怎么到今日还没有申冤？若不是你嫡姐出了事，凭你个庶女也配嫁到我们护国公府啊？如今还摆起少夫人的谱来了，她是疯狗吗？怎么逮谁咬谁啊？秋云，你说话也太刻薄了些。玉柔再怎么说也是家臣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是护国公府的少夫人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呢？二嫂，我这是在替家臣抱不平，堂堂的护国公府的公子竟然娶了个庶女，真是叫人笑话。你闭嘴！母亲，儿媳有事要同昭昭说，就先告辞了。去吧。母亲，儿媳也告退了。这姑母是疯了吗？怎么逮谁咬谁啊？将种种过往都细细的讲与他听。昭昭，我定会好好护着你的，有我在，没有任何人能欺负你，你永远都可以做这京城中最肆意的小女娘。所以你从前为什么不愿意搭理我？因为你只喜欢我这张脸。沈家衍，你怎么这么可爱？陆昭昭，我这一生别无他求，只求与你共华发。好。说吧，这次回来又是因为什么呀？母亲，我可是您的亲生女儿，您怎么能这么不待见我呢？就算我曾经做错了事儿，可那时我毕竟年幼啊。青云啊，你如今也是做母亲的人了，日后不论行事还是说话，都需要注意些。母亲说的，女儿都记下了。只是现在有一件事，我想同母亲商量一下。你说吧。哎呀，母亲，我旭伯家的大姑娘今年刚及笄，品貌出众。二嫂嫂家的家浩如今尚未定亲，不若我们亲上加亲。家浩年纪还小，尚不着急定亲。再说他平日里与家衍甚是亲厚，性子也甚是相似，怎么肯听你的？嗨呀，母亲，那不如让家臣娶她做平妻。沈青云，
你胡说些什么？家臣已经娶妻了。哎，老夫人，您还好吗？哎呦，大姑娘，您就别惹老夫人生气了。她年纪大了，身子骨本就不好。怎么，我说错什么了？那柳氏嫁到咱们家都快2年了，如今也没有生个一儿半女的，不休了她，便算是给她娘家脸面了。你给我滚！母亲，您别生气了，今日是女儿不对，我这就走，等得空了再来看你啊。孙郎中，我母亲到底怎么样了呀？二弟，你别转了，让郎中仔细把脉。过了半晌，国公爷，二老爷，老夫人年岁大了，今日又受了刺激，一时急火攻心，损了心脉，还会神志不清的。待在下给老夫人开服安神的方子，日后须得好好静养，不可再劳心伤神了。多谢郎中了。刘嬷嬷，随我去偏房，我有话要问你。刘嬷嬷，今日究竟发生了何事？为何母亲突然就病了？国公爷，今日大姑娘回府了，她同老夫人说，当晚老夫人便昏了过去。二老爷将一只琉璃茶盏狠狠地掷在地上，沈家眼连忙护住他，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。二弟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大哥，这沈青云哪有半分咱们沈家人的模样？也不知道是不是报错了。二弟，不许胡说！罢了，好在此次有惊无险，二弟也是担心母亲，你就别再说他了。你们都回去歇着吧，今晚我留在这里照顾母亲。大哥，我陪你一起。大伯母、祖母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你祖母无事，倒是你媳妇儿今日可是受了委屈。多谢大伯母了，你先回去歇息吧，我去看看祖母，不用等我。大嫂，你陪我一起回去可好？好。世子，你送母亲回怡清院吧，我与大嫂一同回去。我先送你回去吧，天太晚了。行了，这府里到处都是人，你媳妇儿丢不了，赶紧送老娘回去。母亲，注意身份。注意什么身份？在外我是长公主，需要顾及皇家的颜面，在家我就是你老娘，赶紧走。我吃饱了。沈家言，大嫂真的太可怜了，她那么温柔，怎么谁都能欺负她？昭昭，我会对你很好很好的。你要是敢惹我生气我就捅你河狸，再叫我父兄打断你的腿。打断腿可以，河狸不行。他低头在额头上轻轻一吻。不必叫夫人起床，她什么时候醒便什么时候起。是，奴婢知道了。咱们家夫人当真是好人有好报，日后定会儿孙满堂的。那可不，世子娶了咱们家夫人是他的福气。见过母亲、二婶、大嫂。昭昭，昨晚休息的可还好？母亲，我休息的挺好的。祖母可好些了？你祖母好多了，清晨起来用了碗粥，喝了安神药，现在刚睡一下。那便好。大嫂，怪不得母亲被气成这个样子，谁家的女儿像她一样不贴心也就罢，巴不得把娘家搅得天翻地覆呢。是昨日国公爷也是气得不轻，青云这次真的做得太过火了。他这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想当初他同那荣安博世子做出那等苟且之事时，可曾想过给府里留半分脸面？罢了，日后他再回来，我们就陪在母亲身边。大嫂，就听你的。咱们去府内转转，昭昭也得守学着管家了。夫人，您找什么呢？奴婢帮你。不用，我自己找。找到了。夫人，找到什么了？沈家言，你要吓死我！摸毛，吓不着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的私库钥匙，我所有的家当都在这里面。我的？夫人，你可否告诉我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你赶紧还给我。既然夫人不知道，我们一起学习下可好？沈家言，你不要脸，君子当非礼勿视。陆昭昭，我不是君子，我只是你的夫君。遇见你的眉眼如清风明月，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。今晚把房门关好，不许他进来。二婶，昨日您不是说不来了吗？还不是你婆母非得叫我陪着你们，你们俩就当我不存在就行。二人坐在圆桌前开始翻看账本，他有不明白之处便开口问上几句，柳玉柔则是细细的讲给他听。晋国夫人，我们是世子的贴身护卫。陆昭昭轻轻的点了点头，只是不知为何墨江的身形有些眼熟。昭昭回来了。
大尾巴狼。别生气了，我刚刚让厨房给你做了你喜欢吃的膳食，咱们回房等着。这夫人好本事啊，竟然将世子拿捏得死死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们家夫人是你能随便议论的？哎，挺好看的姑娘，怎么这么凶啊？用你管，反正不许你说我家夫人。幼稚。陆昭昭贴心的派人给他送了夜宵，准备回正屋搂着香香软软的媳妇睡觉。昭昭，给我开门呗。不开。沈世子，请你自重。沈家眼弯腰，在他唇间轻嘬了一口。喂，我去沐浴，你先睡。陆昭昭轻哼了一声。夫人，云阳侯府来人了。放逐姐姐，可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啊？三姑娘，少夫人今晨诞下了小公子，夫人让我来知会你一声。我嫂嫂她怎么样了？姑娘放心，虽说少夫人早产了1个月，但好在母子平安。放逐姐姐，我去收拾一下，同你一起回去。夫人，大少夫人，三姑娘回来了。你这丫头才新婚，乱跑些什么？母亲，我已经知会婆母了，她同意了，我才回来的。嫂嫂，你还好吗？我无事，放心吧。母亲，到底怎么了？嫂嫂怎么就无缘无故早产了呢？你堂姐正在与平昌侯府议亲，近些日子京中有些流言，说薛二公子还未成婚便先纳了妾室，这京城有头有脸的人家哪里还肯再把女儿嫁过去？你二婶便主动上门去说想结亲之事，只是你堂姐却不愿意，经常来找你嫂哭诉。昨日她不小心滑倒，谁曾想却将你嫂嫂也推倒在地。她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她不愿意，那就找她母亲说啊，来找一个身怀6甲的怨妇做甚？谁说不是呢？这孩子当真是心思不正，你大哥已经去找他算账了。有病！走吧，先随母亲回去，你大哥一会儿也该回来了。锦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招致也不是故意的。锦华，你先松手。大嫂，他们可是一家人呐，招致他又不是故意的，这锦华也太过分了。过分？你女儿险些害了我儿媳与孙子，你跟我说过分？要不是看在侯爷的面子上，我就送她去大牢。大嫂，招致他年纪还小，再说他也不是故意的呀。此事传扬出去，他还怎么议亲呢？二婶，您可当真是有趣了。堂姐都快18了，还小。还有啊，什么叫不是故意的？不是故意的，她日日去惹我嫂嫂烦心。不是故意的，偏偏摔在我嫂嫂面前，她是残废吗？你一个出嫁女，怎么还管起娘家的事儿了？昭昭虽然成亲了，但她永远都是云阳侯府的姑娘，她在自己家，凭什么不能说话，不能管事儿？大嫂，我也没……你什么都不必说了，让她去给静怡道歉，罚跪祠堂，此事便算过去。日后你我两府不必再来往。大嫂，我们可是一家人呐！谁同你们是一家人？晦气！陆昭昭，你自己嫁的如意郎君，便可以肆意侮辱我吗？凭什么你能嫁护国公世子，我便只能嫁一个旁人都不想嫁之人？二婶，你女儿问你呢。道直，你不许胡说，薛二公子有什么不好的？陆昭直，你可知，其实啊，就算是薛二公子，你也是配不上的。陆昭昭，你就是个毒妇，沈世子当真是瞎了眼才娶了你。不装姐妹情深了，收起你那些龌龊心思。沈家言是我的夫君，他都不会正眼瞧你的，不信可以试试。陆锦华没有再给他废话的机会，扯起他就走。昭昭，日后不要与他有任何往来，他心术不正。好，只怕是树欲静而风不止。母亲，今日二姐姐怎么没有回来？你二姐姐有身孕了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，省得那周伯母处处挑刺啊！这下看他还有什么好说的。夫人，三姑娘，沈世子来了。见过岳母。你嫂嫂那里也没什么事儿了。昭昭，你同家妍回去吧。母亲，那我先走了。走吧，同家妍好好的啊。你知不知道近日京城里的那些传言？什么传言？关于薛二公子的。陆昭昭，不许想着他。他踮起脚尖，轻轻地印在他的唇角。沈大人，你这醋意也太浓了吧！啊，沈家妍，这可是在我家里，当心啊，被打断腿。回家吧。凭什么？夫人，有你的书信。谁送的？门口小厮说是昌平侯府大姑娘送来的。陆昭昭拆开书信看了一遍。夫人，怎么了？无事，琉璃，帮我梳妆，我们去趟醉仙楼。夫人，用不用派人去知会世子一声？不必，有人啊会替我们知会的。沈大人，有您的书信。谁送的？小的不认识，一个小厮打扮的人将书信塞到我手里，说您务必亲启，然后就离开了。沈大人，你这和我妹妹才新婚，就有红颜知己给你暗送秋波了，当心昭昭休了你。你别胡说，没有的事。沈家妍，你干什么去？成了婚怎么还变得神神叨叨的？我去！
陆三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薛二公子，你看看，这可是宝珠的字迹。这绝对不是宝珠的字迹。陆三姑娘，不知这封信是谁交给你的？那就要问问，今日薛二公子原本是要和谁在此相见的了？陆三姑娘，对不住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不必如此，今日这事还说不定是谁给谁添麻烦呢。待会儿还望薛二公子仗义直言。陆三姑娘放心，我必定如实说。沈世子待你可好？他定是待你极好的。他对我很好。薛二公子不必为那些流言所困扰，若是当真做错了，尽力弥补便是。如若没有，那便不必诋毁。陆三姑娘说的是。堂兄，沈世子，你们也来吃饭呀？你在这儿做什么？今日本来同薛二公子约好在这里相见的，早起时身子有些不适，故而来迟了许久。昭昭，你已经同沈世子成婚了，你竟然与沈二公子在此私会，你对得起沈世子吗？我可是你的亲堂姐，你这么做又对得起我吗？你没事吧？沈世子，她就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陆昭芷，你闭嘴！堂兄，虽说你是陆昭昭的亲兄长，可我也是你的堂妹啊，你总不能帮亲不帮理吧？堂妹算什么东西？沈世子，你我可都是受害者呀！我信我夫人。到陆昭芷身前，抬手便是一巴掌。你若是敢动他一下，我便要你整个陆家倒霉。沈世子，今日明明是他与我未来的夫君私会，怎么还成了我的错了？陆姑娘，请慎言，我与你不过是听从父母之命相看，既没有三书六，又没有婚约在身，可以说是毫无关系。况且今日我与陆三姑娘也不是私会。堂姐，演够了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写字。我不写，我凭什么写？明明就是他陆昭昭的错。我将带上今日那个官差去陆府查，务必把今日那个送信的小厮找到。是，世子。沈世子，我与陆三姑娘之间清清白白，绝无半分蝇营狗苟之事。沈家衍今日表现不错，奖励你的。这才算奖励。沈家衍，你今日就没有一刻怀疑过我吗？从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长得比他好看，你眼睛又不瞎，都有我了，怎么还能看得上他？自恋。妄思，他竟敢如此做！昭昭别怕，今日父亲定为你做主。昭昭，有父亲母亲在，谁都不能欺负你。那个孽障呢？岳父，我让人将他押起来了，已经有人去陆府搜查，并不会让昭昭平白受这个委屈。锦荣，派人去教你二叔二婶，请来。大哥，究竟发生何事了？问问你的好女儿，究竟做了什么好事吧？大哥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昭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弄成这副样子啊？二叔、二婶，堂姐大概是说不出口的，我替她说吧。今日堂姐以薛大姑娘的名义诓骗我去见薛二公子，又让小厮给我夫君送信，让他去捉奸，这可真是好计谋啊！父亲母亲，我没有，是陆昭昭他冤枉我。我将带证人。世子，这就是送信的小厮，这是在陆昭芷房中找到的字帖。荣勇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女儿做出如此恶毒之事，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大哥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做错了事儿，咱们奥迪是一家人，让昭芷给昭昭道歉认错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行吗？不行，陆大人，我夫人年纪更小，她受了这般委屈，一句道歉便想抵消，你们是瞧不起我们护国公府，还是瞧不起我母亲呢？孽障！你竟然敢做出如此胆大妄为之事，你不配再当陆家的女儿。即日起，你便滚回平州乡下去。哎呀，老爷不可啊！昭芷她可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，你不能不管她呀。可是你是要保这个不争气的女儿，还是要紧黏这个儿子？你自己决断吧。母亲，你也要舍弃女儿了吗？你心中当真只有陆景年吗？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生下我？陆昭昭，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自己心术不正也就罢了，偏偏还愚不可及。既然没有那个脑子，就不要想着去做坏事。既然做了，那这就是你应得的下场。沈家衍，你听见了吗？他就是一个毒妇。本官是朝廷命官，护国公世子，你有什么资格直呼我的名字？今日之事，我夫人没有任何过错，只让你离开京城已经是便宜你。若是他今日要杀你，我就递刀。陆仲永，把你的女儿带走，日后你就当没我这个大哥。把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带回去，今日就将他送走。昭芷，跟母亲回去吧。陆昭昭，是我输了。说完便跌跌撞撞的走了。啊，夫人，既然您早就知道这是个陷阱，为什么还要去啊？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既然他有心害我，纵使这一次躲过了，那下一次呢？不如斩草除根，只要他远离京城，日后不再来寻我的晦气就好。沈家衍，夫人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切不可辜负。欺身上前，稳住他，一只手在他腰间细细的摩擦，烛火摇曳，纱幔内传来的轻吟声与粗喘，昭示着二人琴瑟和鸣。玉茹，你用了。少夫人，这可是您亲自给公子炖的，奴婢怎么能用？要不您给公子送书房去？不必了。
给祖母请安。好，坐下吧。今日这宝墨堂真是热闹呀！看见你们这些孩子，我觉得精神头都好了许多。嫂嫂，昨夜可是没有休息好。没事，就是睡得晚了些。昭昭啊，玉柔啊，快尝尝小厨房新做的点心，合不合胃口？轻咬了一口，好吃哎，比外面糕点坊做的还要好吃。好吃啊，你多吃些。玉柔啊，怎么了？祖母，没事，大概是早起吃坏了东西。大嫂，你不会是有喜了吧？快去请郎中。是，老奴这就去。恭喜老夫人，恭喜大少夫人，你有2个月的身孕。此话当真？老夫人放心，只是大少夫人近来应该是有些情绪不佳呀。郎中，孩子没事吧？大少夫人莫急，待我开几副安胎药，您按时喝起来啊，没有大事了。刘嬷嬷给赏钱。谢老夫人。大嫂，恭喜啦！谢谢。玉柔啊，日后若是有什么委屈，便同祖母说，切不可憋在心里啊。是，多谢祖母。太好了，我要当小姑姑了，以后我就不是家里最小的了。夫人，这还有2个账本没看呢，您再给看看。琉璃啊，你就饶了你家夫人吧。早知道嫁给沈家衍这么辛苦，当初打死我也不敢招惹他了。自作孽不可活啊！夫人，你这是后悔了？沈家衍，不若你把我休了吧，这世子夫人也太难当了。后悔也晚了，现在不想干了。陆昭昭，你这可算是抛夫弃子。哪有弃子啊？抛夫就更不行。沈家衍，这些账本看得我头疼、手疼、脖子疼，哪都不舒服。我来看。不用，这账本啊，我自己能看。你若是无事，带我出去看戏吧。好，后日我休沐，带你出去玩可好？好啊。沈家衍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在笑话我。我哪里敢？别哭了，眼睛都红了。这要是回府让人瞧见，还以为我欺负你。走吧，带你去买首饰。表哥，好巧啊！呀，这才新婚呢，就哄着郎君不务正业。姑母，你不会说话可以把嘴闭上，这不是荣安伯府，轮不到你来做主。沈家衍，我可是你亲姑母，你就是这么跟自己长辈说话的吗？姑母，是你一见我就冷嘲热讽的，如今怎么还倒打一耙了？若真要论长辈，那当今圣上、皇后娘娘、太后娘娘皆是我们的长辈，你是要同他们平起平坐吗？哼，你不要以为你嫁到护国公府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咱们走着瞧。表哥表嫂，实在对不住了。月莹，还不赶紧过来！有你有什么用？他真的是祖母亲生的吗？他是不是亲生的我不知道，但顾月莹不是他生的倒是真的。哎，怎么回事？陆昭昭，你怎么这么可爱？哎呀，你快说啊！他是荣安伯和一个外室所生，当年那个外室可是极得宠，要不是他因病去世，我那个姑母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。顾月莹生母去世后，他为了彰显自己的贤良大度，就把顾月莹接入抚养在自己跟前。要是介怀，不要管就好了，把人家小姑娘放到自己身边又不肯善待，当真不是个东西啊！还有那荣安伯将自己的亲生女儿交到一个毒妇手里，不负半点责任，果然男子没一个好东西。哼！陆昭昭，你这可是有点冤枉人了。你要是敢做对不起我的事啊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陆昭昭，你这可是谋杀亲夫啊！陆三姑娘啊，不是的，夫人，您可是许久没来小店了。老掌柜的记挂，瞧您这话说的，给钱。家里的银钱不都在你手里？你这个月的月俸，古有周扒皮，今有陆扒皮。你就在这好好跪上2个时辰，不要想着去找伯爷告状，不然。这不是我的好妹妹吗？怎么又跪在这儿了？沈青云的独子，正是流连烟花之地。大哥，听母亲说你们今日碰见沈家衍了，他那夫人真如别人说的那般好看？大哥，她是表哥的夫人，你这么说也太不尊重人了。有什么说不得的？不过是个女人罢了。小爷我倒要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。若是顾昌俊真的起了心思，到时怕是沈青云也护不住他了，不知他娘亲是否会怪他。沈家衍，你先去吧，我这还有点账目，我看完了再去。你们下去吧。昭昭，你帮我拿块干净的帕子进来。喏，给你。拉过他的手腕，将他带入浴桶中。沈家衍，你干什么？夫人，今日劳累，为夫亲自伺候你沐浴。遇见你的眉眼，如清风明月，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，顾盼流连。
时光搁浅，是重逢，一如初见。琉璃，新城没有人来过吧？夫人，除了您和世子，就没人进来过，肯定是世子把您劳累了，才帮您算好了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柳玉柔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是踩着我女儿的尸骨才嫁进国公府的。夫人，您别这样，我们家少夫人这还怀着身孕呢。刘夫人伸手推搡着她。放肆！你是何人？竟敢在护国公府撒野！哟，原来是世子夫人呢！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。我是玉柔的母亲，你可以唤我一声柳伯母的。柳夫人，不知你刚才在做什么？我大嫂如今已经怀有身孕，你若是生了护国公府的子嗣，怕是二婶和大哥不会轻易放过你们柳家的。世子夫人说笑了，我不过是一时情急，怎么会故意伤害玉柔呢？玉柔啊，家中还有事，我就不久留了。你无事的时候可以回家看看，赵姨娘可是十分惦念你的。大嫂，你还好吧？赶紧坐下。我没事，昭昭，今日谢谢你了。大嫂，你如今身怀有孕，应当处处小心些。昭昭，我知道的。今日我嫡母来找我，是想让我同大伯父和家臣面前说，帮衬一下他那不成器的儿子，在官场谋个官职。想来大嫂是没有同意吧？护国公府虽然位高权，但大伯父向来公私分明，怎么肯做这样的事情？更何况朝堂之事，又哪里轮得到我一个后宅妇人来插手？柳氏如今最在意的，除了肚子里的孩子便是她姨娘了。猜猜我是谁？当然是我那既好看又温柔的夫人了。沈世子，我发现你如今是越发油嘴滑舌了，出门时可要管好自己的嘴，万不要惹了哪家小女娘的芳心才好。我只要你一个人的芳心。我今日去凌云院找大嫂，见那柳家夫人了。你别说那趾高气扬的模样，当真跟姑母有的一拼。想来我夫人近日定是完胜。也没说几句话，她就走了。世子夫人，午膳备好了。太好了，我都饿了，下午还得去找母亲商量采买之事呢。世子夫人如今当真是个大忙人啊，连我这个夫君都顾不上了。世子啊，您呐就往后排排，等本夫人哪日有空了，再来宠幸你。昭昭，你现在真是越来越猖狂了，都快上房揭瓦了。4月20至沈老夫人的寿辰。表哥，管好你的眼睛，你要是管不好，我不介意帮你挖出来。顾俊昌被吓得连连称是。哼，废。沈家爷，你真好。今日多谢诸位来给老身贺寿了，咱们开席吧。夫人，出事了！珍珠，出什么事了？怎么急成这个样子啊？奴婢刚去小厨房，碰见了大少夫人身边的丫鬟绿如，她正急匆匆的要去请郎中，说大少夫人动了胎气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动了胎气？二夫人可过去了？二夫人已经过去了。绿如说，今晨柳夫人带着柳大姑娘来府上了。柳大姑娘，柳玉莹，我去趟凌云院。别急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昭昭，那柳夫人和柳家大姑娘都不是什么好人，一会儿切记离他们远些，当心他们狗急跳墙。与护国公府有婚约的本就是玉莹，如今不过是让她给家臣做平妻，有何不可呀？二婶，郎中可瞧过了？大嫂可还好？郎中看过了，一时急火攻心，现在用了安胎药，刚刚睡下。一个小庶女，身子怎么就那么金贵，抢了我女儿的姻缘？要我看，她就是装的。柳夫人，你不要太过分啊！玉柔如今是我们护国公府的少夫人，更是我的儿媳妇，谁准许你这么说她的啊？亲家母，我知道我们柳家是攀附不上护国公府的，可我公爹与老护国公可是救命之恩呐，这一点您不会忘了吧？母亲，哎呀，玉柔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快回去躺着，小心身子。二妹妹，我知道你如今是家臣名正言顺的夫人，可当初我与家臣亦是两情相悦啊，若不是我当初出了意外，我可怜的女儿啊！大姐姐，我虽为庶女，但也知礼义廉耻，姐妹共侍一夫的事，是我做不到。柳玉柔，我是柳家嫡长女，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？抢了我的夫君，这就是你的廉耻吗？那请问柳大姑娘这2年去哪了？又是怎么回来的？玉莹命苦，在大婚前坠马，掉在了崖底，幸而被好心人救起，这才捡回了一条命。
只是他撞伤了头，失忆了。近些日子才想起来。既然如此，那柳大姑娘此刻应该想着如何承欢膝下，怎么一回来便想着抢自己妹妹的夫婿呢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靠脸勾搭男人的狐妹子，竟然说起我来了。老虎不发威，真当她这个世子夫人是吃素的呢？你闭嘴，不许你这么说，昭昭。玉阳，没事吧？刚抬起手，被冲进来的沈家眼捏住，随即狠狠地推到一边。你敢动他一下，我保证你今日出不去护国公府。沈世子，是你夫人，她先羞辱我，打我的。柳大姑娘，护国公府容不下你这么个人，哪来的回哪吧。凭什么你说容不下便容不下？家臣和伯母都没说话呢。就凭我是云阳侯府的嫡女，是护国公府的世子夫人，就凭我看你不顺眼。昭昭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我只认玉柔这个儿媳妇。至于柳大姑娘，我便祝你觅得如意郎君。伯母，您总要问问家臣的意见吧。二夫人，公子回来了。家臣，刘大姑娘，你先起来。家臣，你给我过来。亲家母，正好家臣回来了，不如我们问问他的意见。什么？家臣，你看啊，本来同你有婚约的便是玉莹，如今她既然回来了，不如你便娶她做平妻吧，这样她和玉柔也好相互照应。岳母，我与柳大姑娘曾经虽有婚约，但我与玉柔如今已结成夫妻，断不可如此行事。家臣，所以你也不管我了是吗？满京城谁人不知我曾是你的未婚妻，如今你另娶旁人，让我还要什么脸面活下去啊？大哥，你放心，这柳大姑娘才不会想不开呢。她若是有这般骨气，今日就不会上门了。你们护国公府又不止家臣这一个儿郎，他不肯娶，不是还有沈世子，再不济还有个沈三公子啊！什么阿猫阿狗，也想入我护国公府的门，也不问问本宫答不答应。臣妇见过长公主殿下。柳夫人，刚才听你的意思是要让本宫的儿子娶你的女儿。殿下，臣妇不敢，臣妇只是一时口误。大伯母，此事因玉柔而起，那便由我来解决吧。沈家臣，我们和离吧。我不同意。哎呀，孩子，母亲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如今你还怀着身孕，万万不能伤身子啊！母亲，玉柔会感念您对我的好，可我与公子这2年来同床异梦，我虽不知他心中惦念的人究竟是谁，但想来并不是我。家臣，既然二妹妹愿意退位让贤，那我们……我不同意，也不同意和离。柳夫人，柳大姑娘，不管他们夫妻俩如何，今日本宫便告诉你们，只要护国公府一日未分家，柳玉莹休想踏入我护国公府半步。本宫知道玉柔的姨娘在你手底下讨生活，但你若是敢动她，那柳大人的前途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你听明白了吗？臣妇明白，臣妇明白了。沈家言，今日你若是说不清楚，就去书房睡。昭昭，我同那柳玉莹绝无半分关系。沈家言，我都没有说交代什么呢，你就自己招了。你还敢说你同那个柳玉莹什么都没有？从前对我爱答不理的，却勾搭别家姑娘，是不是？夫人，你要是想打我，可以直接说，不用找借口的。昭昭，你信我，我心中从始至终只有你一人。沈家言，你酸死了！你们小两口当真是好兴致啊！姐夫，起来吧，都是自家人，无需多礼。想来姐夫和沈世子还有事啊，我去命人备些茶点。殿下请坐吧。我姨妹这性子还是同在家中是一样的，想来你这日子也不好过啊。那的确是比不得四殿下妻妾成群，坐享其人之福，只是不知表嫂可让你进正屋啊。沈家言，你小子知不知道什么叫打人不打理？我不过一日没去上朝，怎么就找到这儿来？我可是听说你那位姑母难缠得很，说是父皇下旨抄家，怕是你们护国公府的麻烦就来了。只要他不来作妖，护国公府还不缺他那口饭。不要来招惹他媳妇儿不高兴，别怪他不讲情面。姐夫，我大姐姐和荣渊近些日子可还好？你姐姐她可是皇子妃，整个皇子府除了我之外，就属她最大，谁还能欺负了她不成？那谁知道你那个梁侧妃嚣张跋扈的很。你就放心吧，没人敢欺负你姐姐。再说了，你怕是没见过你大姐姐打人的模样吧？那定是那人活该。你说的对，是活该。沈家言，父皇的意思我已经告知你了，我先回府了。哎，他怎么着急忙慌的？不管他了，你陪我去睡个午觉吧。玉柔，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多谢公子关心，孩子无事。玉柔，我问的是你，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重要吗？公子眼中何时有过我？公子，是我食言了，您别同我一般见识。将来您公事繁忙，也不会留在主屋。
我今日有些累了，便不伺候您了。想上前说点什么，他终是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转身出去了。一滴眼泪划过他的脸颊。传圣上口谕：荣安伯贪赃枉法，证据确凿，即日起褫夺爵位，罚没全部家产，收押大理寺狱。清远，你我夫妻一体，你可不能不管我呀！伯爷，我只是一个后宅的妇人，我救不了你。好啊，沈清远，你竟然也这般落井下石！你以为你同我撇清关系，你就能有什么好下场吗？伯爷，纵使我当不了这伯夫人了，可我还是护国公府的嫡长女，是我母亲唯一的女儿。你当初同我暗通款曲，珠胎暗结之时，怎么不记得自己是护国公府的嫡长女呢？你闭嘴！带走。父亲，岳阳，对不起。表哥，这些都得充公吗？你耳朵是不好使吗？还是说你想同你父亲一起进牢狱？大爷，昌俊再怎么说啊，也是你表弟，你怎么能这么吓唬他呢？姑母，是不是吓唬你们可以试试？圣上说了，阻挠公务之人，一律视为同党。还有我提醒您一下，您若是此刻还不去收拾您嫁妆，那便悉数充公。沈青云听后啊，顾不得其他，连忙快步回了自己的院子。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野种！如今你父亲也被你刻进牢狱了，从今往后啊，再也没有人护着你了，活该将你卖去怡红院才好。母亲，我求求你不要将我卖去怡红院，日后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顾月莹，日后若是你敢惹我不高兴，有你的苦头吃。是，女儿绝不敢忤逆母亲。家言，这些都是我的嫁妆，让你的护卫啊给我拉到护国公府去。姑母，您是出嫁女，为何要回护国公府？我是你的姑母，是护国公府的嫡长女，如今夫家出了事，回娘家有何不可？若是换做别人，当然是没什么不可以。可是您别忘了，我祖母如今还时时缠绵病榻，到底是因为谁？您还有什么脸面回护国公府？那是我与你祖母之间的事，轮不到你这个晚辈来插手。您说的对，确实轮不到我这晚辈管。既然如此，这20几个箱子，你就让你的儿子来帮你搬到护国公府吧。好你个沈家眼，仗着你母亲是长公主，就欺辱长辈，咱们走着瞧。周家院，这小厨房的手艺不错啊。琉璃啊，珍珠，你们也尝尝。这论起会吃啊，我家夫人当属第一。论琴棋书画，我们家夫人若是称第二，怕是也没人敢称第一吧。你们两个小丫头啊，嘴是越来越甜了。夫人教导有方。夫人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小厨房做的，你尝尝。真甜。听说你今日带人抄了荣安伯府。呀，咱们沈世子还当真是铁面无私啊。那要看是对谁，若是换成了你，便是柔情似水，夫唱妇随。便低头在他脸颊上偷了个香，引来陆昭昭的轻呼声。顾月莹呢？姑母可有将她带到府上？应该是带来了。想来明日姑母便要在府内四处闲逛，她若是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，不用惯着她，由我和母亲给你撑腰。没事儿，她要是动嘴的话，我一个能顶3个；要是想动手的话，珍珠1打3也是没问题的。况且啊，我瞧着那顾月莹似乎不像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。沈家言点了点头，只要陆昭昭不吃亏就行。昨日那局棋还没下完呢，正好今日有空，咱们下完。好啊，你今日若是输了，日后不管什么事儿都要听我的。床榻之事也得听你的。自然。那你要是输了呢？不可能。陆昭昭，今日你要是输了，晚上你就在上。此时屋外静谧，屋内却传来女子破碎的娇喘声。陆昭昭愿赌服输啊！你不要脸！将这封书信交给柳家夫人，不许声张。是夫人。柳氏啊，这如今怀了身孕，便以为自己到了金銮殿不成，还得我这个做长辈的先来探望你啊！他连沈家辰这个夫君都不想要了，哪里还在乎什么狗屁姑母？姑母来了，我身子不方便，就不行礼了。您坐吧。姨娘生的，就是不懂规矩。姑母，我是庶出，这话您已经说过许多次，用不着日日提醒我。柳氏，我可是听说那柳家大姑娘可是平安回来了。若我是你啊，便夹起尾巴做人，不然说不定哪日便被休弃了。姑母，您要是真有这个本事，那我当真要谢谢你。可我会不会被休，尚未可知。但您却做不成您的伯夫人。柳氏，你放肆！说着便扬起手要打他。顾月莹手边下意识地拦了过去，绿如见状也下意识地推了沈青云一把。母亲，你没事吧？起开！姑母，您在做什么？家产，你这个媳妇当真是不得了了，竟敢出言顶撞长辈，就连身边的丫鬟都敢同我动手了，你还不好好管管？公子，不是大姑奶奶说的那样的，是她先讽刺夫人的，还想动手打夫人，夫人什么都没做呀。玉柔，你没事吧？她能有什么事儿？嘴巴厉害的很，姨娘生的不知天高地厚。姑母，请您慎言。沈青云被说的一愣。
啊！你还让我慎言？你知不知道你媳妇说了什么？姑母，不管玉柔说了什么，她都是我的夫人，你都不应该羞辱她，更不能动手打她。还有，她如今怀着孩子，劳累不得。姑母若无事，日后就不要来凌云院了。他狠狠瞪了柳玉柔一眼，甩着袖子走了。玉柔，我今日多谢公子了，我身子不适，回房歇歇，您自便吧。表弟，你这整日读书多无趣啊！不如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快活快活。表哥，我提醒你一句，这是护国公府，沈家人没有这样的喜好，之后这种话不必再同我说。哎，我说你小小年纪，怎么？他立马连起脸上猥琐的模样，理了理衣衫。二嫂，表嫂，三弟，今日祖母说让众人都去宝墨堂用膳，你莫要忘了。多谢二嫂提醒，不然去晚了又要被父亲训斥了。那我先走了，这个月的账目有些问题，我要去凌云院同大嫂重新核对一下。陆昌俊直勾勾地盯着陆昭昭的背影。表哥，你最好管好自己的眼睛，不该看的别看。你怕是不知道那齐敏的腿是如何断的吧？他下意识的一激灵。表弟，你误会了，我先不打扰你了。大嫂，昭昭来了，快坐下。大嫂，你如今这气色倒是好多了。是啊，我如今是心放宽了，也没什么愁事了。陆昭昭见他状态这么好，也替他感到高兴。他觉得大哥也是喜欢大嫂的，只是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昭昭，这个月的账目可是有问题？别处倒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只是厨房这个月可是要比从前多了110两。我去厨房问了一嘴，你猜人家是怎么说的？如何说？人家说啊，自从咱们家那位大姑奶奶回府后啊，一日3顿，顿顿燕窝，饭菜若是有半分不合口啊，便要厨房重新做。甄老夫人一向提倡节俭，这着实是有些过了。我就怕他今日是去厨房挥霍，明日便要去账房支银子了。他就算是去啊，账房也不敢支理他，只是他不咬人的烦人呢。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用些吧，今日去祖母那里用膳，有他在，这饭定然也吃不消停。你今天回来的这么早啊？再不回来，媳妇都丢了。沈家臣见柳玉柔出来，连忙上前想去扶她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走。玉柔，你这如今啊是有身孕的人了，可是劳累不得啊。多谢姑母关心。玉柔啊，你如今也不方便伺候家臣了，也应该抬个通房妾室什么的伺候着才好，总不好叫别人说啊，咱们护国公府的大少夫人是个善妒之人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姑母，有时间多管管你自己的儿子，不要来操心别人的事。你这孩子怎么不识好歹啊？这京城哪家高门大户的正妻不知道帮夫君抬人呢？陆昭昭听到这，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陆昭昭，长辈说话你笑什么？这就是你们云阳侯府的教养吗？姑母，您管的也太宽些了吧？我夫人高兴就笑，怎么了？您有意见就憋着，若是实在忍不了，您可以带着您那宝贝儿子离开，没人拦着你。啪的一声，将茶盏摔到桌上。姑母，您当心些，玉柔有孕在身，莫要惊到她。说什么呢？这么热闹！大嫂，母亲，姑母教导我说，我如今有身孕了，要主动给公子抬人伺候，不然就是善妒。哼，清源，护国公府没有这样的规矩，还有这话也不是你这个当姑母该说的。二嫂，我好心好意的，你怎么不领情呢？我这还不是为了咱们沈家的子嗣着想。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二嫂，你怎么骂人呢？母亲可是身体不适啊？不是，只是昨夜未歇息好，如今呢听不得人聒噪。沈青云连忙住嘴，坐在一旁暗暗的生气。说吧，这是怎么了？你不是向来最为端方持重的，怎么也成这副样子了？端起琉璃送来的酒，一饮而尽。玉柔现在连同我说话都不肯。哼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大嫂子嫁给你，对你可谓是无微不至的，这些可都是你亲口说的。你又是怎么对人家的？日日惦念着那柳家大姑娘，活该大嫂要同你和离。我没有惦念着她，我只是觉得良心不安罢了。只是每每与她在一起，便总能想起柳玉莹是因为她才尸骨无存的。大哥，你能不能拿出你在官场上的那份运筹帷幄？他们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那日你也不是没看见那对母女的做派，那能是什么好人啊？我知道错了，可是玉柔如今都不愿搭理我。这才几日啊，你就这般委屈了？那你可曾想过大嫂这2年受过多少委屈？她是怎么过的？此事若是换成昭昭，怕是同我都和离800次了。我明白了，大哥，我提醒你一句，那位柳家大姑娘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。我知道。大哥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良心发现。陆昭昭，梅子酒要不要喝点？喝多了怎么办？无事，明日你可以睡到自然醒。好吧，那就小酌几杯好了。沈家言此刻就像是伺机而动的大灰狼，二人你一杯我一杯，没过一会儿，那面色便是一片绯红。昭昭，叫夫君。夫君，家燕哥哥。他一手抱住他的腰，将他抱到床榻之上，单手解开自己长衫上的衣带，随即低头深深地吻住他的红唇。沈家言。沈家言，陆昭昭，我在。
沈家言，你死定了！琉璃姐姐，怎么了？方才世子派人传话来说，今日大理寺事忙，来不及赶回来了，让夫人先用膳，莫要等他。知道了。沈大人，您要是实在无心公事，就赶紧回家去吧。公务还没忙完，晚些时候再回去。哼，沈家言，自从你同昭昭成亲，哪日不是火急火燎的恢复？晚上一刻都不醒，今日怎么还在这儿磨蹭上了？你不对劲，你说实话，是不是同昭昭吵架了？没有。他有些不自在的摸了摸鼻子。傍晚，沈家言磨磨蹭蹭的回了府。昭昭，我给你买了簪子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先用饭吧，一会儿该凉了。他总觉得他夫人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的。夫人，水备好了。你们先下去吧。陆昭昭自然的起身，朝着进房走去。沈家言，你帮我拿条帕子进来。沈家言，要一起吗？捧住他的脸颊，低头深深的吻了下去。就在一切都要水到渠成之时，沈家言，我来月事了。今晨，武顺侯府萧老夫人因病逝世了。以前听婆母说过，那萧老夫人也是个女中豪杰，倒也是可惜了。去年冬日，我随母亲去萧老夫人寿宴之时，萧老夫人身子还挺硬朗的。陆昭昭突然有些担忧萧雨柔。生老病死是人间常事，只是世事无常罢了。有什么事慢慢说，当心冲撞了大少夫人和世子夫人。夫人，柳家来人说您姨娘病重了。什么？昭昭，我要回趟柳家。大嫂，我陪你一起。母亲，您说这办法能行吗？放心，你沈伯母都说了，只要你能留在护国公府，她就会想办法帮你的。就算那静柔长公主再一手遮天，可婚事终究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母亲，若是被人知道了，我这2年……玉莹，你切记，这2年什么都没发生过，你只是被好心人救了。嘉诚这孩子心善，等到生米煮成熟饭那日，容不得他不认。母亲，我知道了。夫人，二姑娘回来了，让她进来吧。夫人，护国公府的世子夫人也来了。玉柔回来了呀，世子夫人也来了，快进来坐。母亲，我今日回来是看望姨娘的，我姨娘在哪？玉柔啊，你现在怀着身孕呢，当心动了胎气。赵姨娘虽是病了，但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郎中让她静养，我便给她挪了个清静的地方。母亲，您有话不妨直说。大嫂，我在一旁等你。玉柔啊，如今你怀着身孕，身边也没个亲近之人，让你大姐姐去护国公府陪着你，可好？我若是不肯同意呢？玉柔，赵姨娘这身子向来不好，你也是知道的。这人食五谷杂粮，哪有不生病的？你说是不是？母亲，您说的对，我怀着身孕，身边确实离不了人。既然大姐姐好心想要去照顾我，女儿便却之不恭了。玉柔啊，你这么想就对了。旁人再亲，还能亲得过你亲姐姐吗？只是母亲，你也知道，我如今最惦念的就是我姨娘了。若是我姨娘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也就没什么顾忌了。你放心吧，我定会照顾好你姨娘的。我姨娘在哪儿？我现在要去看她。昭昭，她让我带柳玉莹回府。我就知道，她定然是没安什么好心。大嫂，这敌人与其放在暗处，不如放在明处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既然他非揪着我不放，那我便遂了他的意。只是不知他能不能如意。玉柔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姨娘，您身子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不过是前些日子染了风寒，现下已经无碍了。玉柔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姨娘，您可愿离开刘府，同我和孩子一起生活？赵姨娘心中一惊。玉柔，你同家臣怎么了？为何会生出这种念头？姨娘，前些日子大夫人带着长姐去了护国公府，她想让沈家臣娶柳玉莹做聘妻。你说什么？今日也是大夫人派人去护国公府说您病重了，诓我回来的，不过是为了找机会让柳玉莹进护国公府。玉柔，此事断不能答应。你如今好不容易有了身孕，家臣又是个不可多得的好郎婿，怎么能拱手让人呢？姨娘，我知道论其身份是我高攀了他，可我也不想这一辈子都小心翼翼的活着。与其如此，倒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的。玉柔啊，你是个聪慧的孩子，也是个有主见的孩子。这些年是姨娘拖累了你，事后你便按照自己的心意活着。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姨娘都会支持你，陪着你。我只是希望你能给家臣一个机会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。姨娘，谢谢你。大嫂，大哥来了。二弟妹，玉柔呢？屋里呢。陆昭昭，你这胆子真是越来越大，什么地方你都敢自己来。他们还敢同我们动不成？再说了，我可是带着珍珠来的。见过岳母。玉柔，照顾好自己啊。姨娘，我回去了，您照顾好自己的身子，哪里不舒服一定要派人告诉我。好，快回去吧。放手吧，我自己能走。沈家臣觉得心脏仿佛被一只大手攥住，密密麻麻的疼。
二妹妹，你这怀着身孕，难免思念家人，母亲特意叮嘱我好好陪着你，顺便照顾好家臣。我记得母亲说的是让你入府照顾我啊。再说，你应该唤她一句妹夫的。二妹妹说的对，是我说错话了。大姐姐，你如今待字闺中，若是传扬出去，怕是与你名声不好。妹夫，我如今还提什么名声不名声的？二妹妹现在怀着身孕呢，你就让我去照顾她吧，也让我做长姐的尽一份心意啊。这不比你看的画板子好看？那确实是啊。是我同意她入府的。沈家臣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也没有说。妹夫，可否劳烦你扶我一把？男女授受不亲，车上有脚凳，大姐姐你自便吧。你想干什么？我问过郎中了，郎中说过了3个月就可以了。你给我滚！玉柔，你别生气啊，我什么也不做，咱们睡觉吧。啊！刘玉柔拿起一旁的枕头，就朝着他身上招呼着。玉柔，你别生气，我出去。生气的将他的枕头狠狠地掷在地上，当真是风水轮流转，想想就解气。见过祖母。见过老夫人。玉柔，起来坐吧。你如今身子不方便，这些虚礼就不用了。祖母，无碍的。快给柳大姑娘搬个椅子，这可是咱们家大少夫人的嫡亲姐姐，怎么一点眼色都没有？谢老夫人，谢姑母。母亲，您瞧这柳家大姑娘多知书达理呀，与咱们家的家臣啊多般配呀，可惜呀，造化弄人呐。青云，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玉柔啊，你别介意，姑母就是觉得有些惋惜罢了，心直口快了些，没有恶意的。不是姑母，你也不止一次心直口快了。清人，既然你这么喜欢柳大姑娘，不如让她给你做儿媳妇好了。这都说女大三抱金砖，只是不知道这柳大姑娘愿不愿意呀？哎呀，顾昌俊闻言倒是眼睛一亮。二嫂啊，你说笑了，昌俊还小呢，现在还谈不上议亲之事啊。青云，老夫人，您就别生气了，千错万错都是玉莹的错，你就不要再怪姑母了。柳大姑娘，少在这里哭哭啼啼、装腔作势，护国公府可不行这一套。过2日便该去慈安寺祈福了，家中的事务辛苦你了。母亲放心，柳玉柔，你应该知道我此次入府是为了什么吧？长姐，我真的很想问问，你为何不顾颜面也要嫁给沈家臣呢？这天下的儿郎又不止他一个，他本就是我的夫君，我心悦于他，有何错？再说我同你是亲姐妹，事后你我平起平坐，相互照应，有何不可？长姐，只要沈家臣同意，我即刻同他和离。沈家臣黑着脸站在门口，家臣，你别生气，二妹妹啊，就是心直口快，我出去。他连个眼神都没有分给他，若是沈家臣一生气对他动了手，孩子没了该多好。玉柔，出去吧。玉柔，你非要如此吗？我若说是呢？他渐渐红了眼眶。玉柔，我求你别离开我，好不好？何必呢？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，不好吗？玉柔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好，我只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他哭了。刘玉柔，是忘了那些曾经难熬的黑夜了。沈家臣，我累了，想歇息了。玉柔，日后我绝不会再辜负你。我该再相信你父亲一次吗？是二妹妹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柳大姑娘，我不管你究竟为何跟着玉柔回府，但我今日告诉你，我此生只有柳玉柔这一个夫人，莫说是平妻，便是妾室也不会有。家臣，曾经我与你的那些过往，绝不作数了吗？什么过往？我与你不过是父母之命罢了，谈何情谊？你胡说！这府里谁人不知，你虽娶了柳玉柔，对她却并不上心。你敢说你心里没有我？玉柔这2年究竟是受了多少非议，心中的痛意更深。柳大姑娘，你可知道你失踪后，柳夫人是如何同我说的？她说你是在为我祈福的路上才失踪的。这些年，我心中是惦念着你，但那是愧意，无关其他。况且你当日究竟为何失踪？这2年又去了哪里？只有你自己清楚。我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。你在婚前去找过家业，我早就知道。你可知我为何不在意？因为我不喜欢你。你心中之人是谁，都与我无关。好的很，去怡兰院给顾公子，莫让旁人瞧见。大姑娘，这不妥吧？去。是，大姑娘。半夜，这一幕被顾月莹看了个正着，发丝松散，一身纱衣，上前一把抱住他。顾公子，你别这样，顾公子。柳大姑娘，你深夜约我来此，此时又装真力劫富，不觉得自己可笑吗？顾公子，只要你肯答应同我合作，不止我，就连陆昭昭也会是你的囊中之物。此话当真？
当然。如何合作？过几日，沈老夫人会带着府内女眷一同前去慈安寺，你帮我找些人在慈安寺劫走柳玉柔和陆昭昭，我不要他们的性命，我要让他们名声尽毁。只是这样？我还要你伺机帮我拿下沈家城，我要当这护国公府的大少夫人。你要我帮你做这么多事，今晚打算如何报答我呢？妾身任凭公子处置。他已经宿了多日啊，动作毫无半分联系之处。没过一会儿，屋内便传出了女子的惨叫声。陆昭昭，你可是2日都瞧不见我了，你当真不想我吗？哎呀，日日都见，也不差这几日了。也不知道是谁，没趁婚前日日追着我，如今得手了便开始始乱终弃了。女子也太善变了吧！沈世子啊，我发现你倒是越发的粘人了。昭昭，虽说如今天下太平，没有匪患之忧，可毕竟慈安寺在京郊，我还是放心不下。明日让墨江和墨寒一同陪你去。那你要怎么办？你这个大理寺卿可是个得罪人的差事啊，万一有人要行刺怎么办？你夫君我可是文武双全，你就偷着笑去吧。啊，我行囊还没有收完呢，明日再说。翌日，沈老夫人携府中女眷一同前往慈安寺。沈老夫人，回绝师太。沈老夫人，斋舍已经备好了，您可以同府中女眷先去歇歇。多谢回绝师太。施主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本寺现下只剩下4间客房了。无妨，多谢小师傅了。母亲，您先去歇息吧，剩下的咱们集结也就够了。昭昭，我知道你同玉柔相交甚好，今晚也劳烦你照顾玉柔了。大嫂，我们也回房吧。走吧。他刚想进屋，萧玉柔，陆昭昭。陆昭昭，没想到我们也有不吵不闹一起喝茶的日子。你还好吧？自我祖母过世后，你还是第一个问我过得好不好的人。我知你心中定是万分悲痛，可你总要好好生活的。萧老夫人那么疼你，定不希望看你如此的。萧雨柔闻言随即起身俯身。啊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陆昭昭，以往诸多过错，今日我同你郑重道歉。行啦，你快起来吧，不过小女娘之间的打闹罢了，况且啊，我也没有说过啊。是啊，陆三姑娘那可是战无不胜的。你为何会在这慈安寺啊？你还不知道我那个继母从前便朝着我不顺眼，如今祖母故去，她更是视我为眼中钉，生怕我抢了她亲生女儿的风头。与其如此，我倒不如留在这里修身养性。可你总归是武顺侯府的嫡长女，那也不能欺人太甚吧？面子上总是要过得去的。你知道我从前为何总是同你作对吗？不是因为我真的讨厌你，是因为我羡慕你有宠你的父母，有爱护你的兄姐，无论何时你都是那个最明媚的女娘。可我不同，我只能靠着祖母的照拂过日子，如今我的继母更是连面子功夫都不想做了。对不住，从前不该拿你的婚事嘲讽你的，是我不好，明知那七勉不是好人，还故意当众奚落你。那我们冰释前嫌。好，冰释前嫌。墨江和墨寒躲在暗处，墨江打了个哈欠。这世子也太小题大做了吧！世子夫人是来祈福的，还有歹人敢在这慈安寺行凶不成？你这番话我会原封不动的转达给世子的。不是，我说你闭嘴！有人。别出去，沈家眼给我留了侍卫，有他们在，应该没事的。我们出去啊，也只能添乱。过了大约1刻钟，门外的响动渐渐平息。夫人，无事了。大嫂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昭昭没吓到吧？我没事，放心吧。墨寒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可看清楚来人了？回夫人的话，属下不知是何人，但想来应该是冲着您和大少夫人来的。此事我会立刻禀报世子，他们跑不了。玉柔、昭昭，你们没事吧？柳大姑娘，你喊什么？生怕别人听不见吗？昭昭，你别误会，我就是听见有动静，担心你们才过来的啊。柳大姑娘，那我倒是错怪你了。玉柔、昭昭，你们怎么样了？母亲放心，我和昭昭无事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？回老夫人的话，是几名贼人，务必将这几人找到。是。老夫人，此次是我连累了你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几个人是冲着我们来的。陆昭昭，看来你这日子也不太平啊！深宅大院，处处都是陷阱，你可小心应对着，莫着了旁人的道。只是今日之事，也有不少人看见，不知传到京城又会酿出什么样的风言风语。大嫂，今日之事你怎么看？今日之事绝不是巧合，柳玉莹绝对脱不了关系。柳玉莹这些日子从未离开过护国公府，所以此事绝不是她一人所为。大嫂，明日回府后让人盯紧她，我觉得她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。我们总要将这些心怀鬼胎之人全部捉到，否则也是日日不得安生。你说的对。翌日一早传来沈家眼说话的声音，他
朝着门外试探的唤了一句：“昭昭，我在。”昭昭醒了，他们来了。沈家言，沈家言紧紧的抱住他。昭昭不怕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意识到沈家辰还在旁边。大哥，沈家辰轻轻点头应下。昭家院，陆昭昭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们的种种猜想告诉了沈家言。他这是嫌命太长了，我这就让人将他抓到大理寺，看他招不招。不行，大嫂之所以同意他入府，就是因为挂心他姨娘。就算那柳夫人顾忌着母亲，不敢伤人性命，可暗地里搓磨还是能的。就算是圣人，也不能去管臣子的家事吧。不若等我们抓到那几个贼人之时，让他百口莫辩，到时那柳夫人怕是顾不上别的了。昭昭，日后无论去哪里，我都陪着你。我会让墨江去盯住他的，不会再给他任何可乘之机。啊，为何是墨江？墨寒留在你身边保护你。他总不能说墨江有经验吧？派人去查查柳玉莹这2年究竟干了什么吧，说不定有惊喜呢。好，昨晚又没有休息好，就打算小憩一会儿。出来时啊，见他还端坐在圆桌前，从前怎么没有见他这般的悠闲？他没有理会他，自顾自地上了床榻，闭上了眼睛。想着沈家眼同他说的，想追到媳妇儿便不能要脸。沈大公子，妾身实在是伺候不了您，若是想纳妾，我也不会阻拦的。沈家辰闻言，倏的一下坐了起来，突然间，那张俊逸的脸庞在他眼前骤然放大，朝着那张红唇吻了下去。过了半晌，沈家辰呼吸有些粗重的微微退开了些许。柳玉柔，我不纳妾，我不会同你和离，因为我心悦于你。但最终的下场还是被赶了出去。不过至少今日他一亲芳泽了。如今天气已经渐渐热了起来。哟，你们2个倒真是心大，外面的流言都传成什么样子了？护国公府的脸面都被你们丢尽了。姑母，我记得你眼睛没瞎，那日是什么情形？你没有看见吗？陆昭昭，你是怎么同长辈说话的？就算流言是假，可因为你们令护国公府蒙羞，总是真的吧？说不是你们不守妇道，整日花枝招展，那贼人为何只冲着你们去？你放屁！你粗鄙！姑母，请您慎言。我说错了吗？若我是你们啊，早就一头撞死，以保家族清誉。休说那流言是假，就算是真的又如何？就算是真的被贼人劫持，那错也在心怀鬼胎之人，不在我们依旧会坦坦荡荡的活着。姑母，你不会忘了你是因为什么嫁给荣安伯的吧？既然你这么在乎家族清誉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他抬手就要打陆昭昭，陆昭昭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狠狠的一推。姑母，这不是你能作威作福的地方，昭昭更不是你想打就能打的人。姑母，我今日可是救了你，你这巴掌若是当真落在我脸上，你猜我伯母和世子会不会放过你？行，陆昭昭，你给我等着！今晚这姑母怕是又睡不着了。活该！大嫂，你知道柳玉莹这2年去哪了吗？不是说她失忆被人所救吗？我是不信的。陆昭昭低声说了几句，柳玉柔神色一变，她怎么也想不到柳玉莹竟然入夜。墨江趴在柳玉莹的屋顶。武昌俊只见他径直进了柳玉莹的屋子，墨江轻轻掀起屋顶的一片瓦，轻车熟路的去抱柳玉莹。五公子，武昌俊猴急的去撕扯他的衣服啊！五公子，陆昭昭，你还想不想要？当然想要。喏，这个是安睡伞，明日我将陆昭昭约出来，哄她喝下，然后她便是你的了。沈家眼若是知道了怎么办？有贼心没贼胆。陆昭昭若是失身给你，你觉得他敢将此事告诉沈家眼吗？日后还不是任你处置？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看着床榻上纠缠的2人，男盗女娼，蛇蝎心肠。昭昭，你又耍赖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本来就是要下在这的，你快点儿。自从上次下棋输给他后啊，他一得空便拉着他下棋，久而久之，他学会耍赖了。世子夫人，墨江回来了。见过夫人。可是有什么发现？墨江抬头去看沈家眼的脸色。今日表公子去了柳大姑娘房中。武昌俊，正是，他们行苟且之事。世子还有一事，属下不敢说。说，顾昌俊他觊觎夫人。墨江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。沈家眼再无往日那份闲散，只见他面容发黑，径直起身就要出去。啊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昭昭，没事，你在这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他朝着墨江使了个眼色，墨江出去了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，可你若是此时杀了他，祖母会接受不了的。他本来身体就不好，不然我们就抓他们个现行如何？到时候任他们如何狡辩都没有用。昭昭，对不住。也说不定能一举两得呢。
翌日，见沈家眼不在院中，天助我也！少长，以前是我不好，今日我是特地来赔罪的。柳大姑娘，大可不必。你若是真心认错呢，不如赶紧出府归家。你说的对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明日我便回家了。这些日子我有叨扰，所以我想请你吃盏茶。行啊，只是不知柳大姑娘要约我去哪？不如我们去假山后面的凉亭吧，那风景也好。行啊，走吧。柳玉莹朝着红菱使了个眼色。世子夫人，请喝茶。陆昭昭眼含笑意的抬手接过。二位姐姐，请喝茶。昭昭，你怎么了？柳玉莹，今日我便告诉你一句话。什么？不作死就不会死。柳玉莹闻言瞪大了眼睛。珍珠一把将红菱按住，一把剑自后方放在了柳玉莹的脖子上。昭昭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柳大姑娘，这里面有什么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柳玉莹，好戏才刚刚开始啊！今日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柳玉柔，你别忘了，你也是柳家的女儿。今日我若是出了事，也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柳玉莹，你觉得父亲在前途声誉和你之间会选谁？父亲当然会选我，我可是柳家嫡长女，岂是你这个小贱人可以比的？柳玉柔，你笑什么？你在笑什么？好吵啊！墨江上前朝着柳玉莹的脖颈就是一掌。表哥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都是他一手策划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表哥。墨江上前朝着他胸口就是一脚。这回安静了。大嫂，这出大戏少了柳夫人和柳大人怎么能行呢？何该让他们看看他们的好女儿究竟做了什么好事啊？昭昭，谢谢你。宝墨堂，墨江与墨寒将昏厥的柳玉莹和顾昌俊随手丢在地上。家言，这是怎么了？祖母，您别着急，等会儿人来全了，尊儿有事相告。大约一炷香的时间，府内众人便全都赶了过来。昌俊，他扑倒在他身前，你们对我儿子做了什么？你应该先问问你的儿子做了什么，问问他今日还有没有命离开这。母亲，这究竟是怎么了？见过长公主殿下、沈老夫人、国公爷。亲家母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女儿是来照顾她妹妹的，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啊？柳夫人，不如让柳大姑娘亲自跟你说说她都做了什么好事吧，只是不知道她敢不敢承认呢。墨江，让他们清醒清醒吧。是，夫人。江水淋在了二人身上。我的儿，陆昭昭，你这个蛇蝎心肠的贱人！墨江抬手就将另一桶水径直淋在了沈青云的身上。今日谁再敢说我夫人半个字，这就是下场。玉阳，你怎么样了？母亲，我什么都没干，就是他们冤枉我的。表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看在我们是骨肉之心的份上，饶我一命。是他教唆我的。胡说什么？都闭嘴！家言，你来说。祖母，这两人在护国公府行苟且之事，并试图给昭昭下药。静柔长公主听后面色一暗，我没有。你没有什么？是没有想要算计我，还是没有暗通款曲行苟且之事？家臣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柳大姑娘，我同你没有半分关系，你做过什么自己清楚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我有证据。人群中突然传出一道弱弱的声音：“老夫人，这是柳大姑娘写给大哥的书信。”刘嬷嬷上前接过书信，递给沈老夫人。沈青云怒气冲冲的上前，抬手就是恶狠狠的一巴掌：“顾月莹，你个小贱人，你就同你那短命的娘亲一样！母亲啊，这不过就是郎有情，妾有意罢了。若不然，让昌俊纳了他便是了，也不算得什么大事啊。昌俊还小，他就是想同他表嫂开个玩笑罢了，没有恶意的。”月莹，你先起来。谢老夫人。陆昭昭看着他那红肿的面颊，转身低头对着琉璃说了一句：“月莹可是我们柳家的嫡长女，怎么能与人为妾呢？”柳夫人，我这么说啊，已经给足你和柳大人的面子，不然这种事情若是传出去啊，你们柳家还有什么颜面可言？沈老夫人捂着胸口闷咳了一声，她都知道。沈青云，你闭嘴！母亲，昌俊可是您的亲外孙啊，不过就是小孩自家玩闹罢了，就不必上纲上线了吧？祖母，此安氏一事也是他们策划的，请您为孙媳做主。请您为孙媳做主。陆昭昭、柳玉柔，你们不要血口喷人，此事与我儿子有什么关系啊？家眼缓缓上前，走到顾昌俊面前。顾昌俊，那几个贼人大理寺已经抓住了，你是认还是不认？若不认，就去大理寺走一趟。是柳玉莹策划的，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表哥我真的错了。母亲，昌俊就是被蒙骗的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怪柳玉莹。柳大人上前就是狠狠的一巴掌。老爷，柳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老夫人，是我教女无方。静柔长公主将茶盏砰的一声。柳大人，一句教女无方，便想将此事轻轻接过，是真的不把本宫放在眼里吗？臣不敢。今日之事，但凭殿下做主，臣
绝无半句怨言，只求殿下看在咱们两家姻亲的面子上，不要迁怒柳家。这便是他的父亲，女儿和前程之间绝不会有半分犹豫。沈青云，是你同我说让玉莹入府的，如今出了事，你便想撇清关系了。你少胡说，我什么时候同你说过了？静柔，此事便交给你处置吧。柳玉莹，上则100，下狱。静柔长公主身边的下人立刻上前去拖拽柳玉莹，她突然挣开，柳玉莹，你去死！沈嘉诚抬脚便是一脚。明明我才应该是你的妻子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我的妻子只有玉柔一人。柳玉莹最终被丫鬟婆子带了下去，没过一会儿，便传来她凄厉的惨叫声和恶毒的咒骂声。夫人，她昏死过去了。继续打够了，直接交由官府。是，夫人。柳大人，你若是不满意本宫的决断，大可以去找圣上告状。微臣不敢，谢殿下帮微臣清理门户，微臣告退了。大嫂，我们可是一家人，你总不能将昌俊也送入大牢吧？再说，这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出吗？这么小题大做干什么？母亲，儿子不孝。大概是母子连心，沈老夫人只觉得心底有些发颤。青州，沈青云他不是我们沈家人。大哥，青州，你的妹妹等在哪儿了？母亲，您都知道了。他怎么会不知道？当老护国公将这个孩子交到他手中时啊，他看见了他眼中的小心翼翼。所以从那时起，他便把沈青云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。大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是，沈家真正的嫡长女一出生便夭折了，这是父亲临终前告诉我的。不可能，你胡说，我就是护国公府嫡长女。我知道了，你们就是觉得长君犯了错，所以着急同我们撇清关系的。大哥，你真的好狠的心啊！我的女儿肩膀上有一块蝴蝶形状的胎记。母亲，女儿知道错了，求你不要舍弃我好不好？我是您的女儿啊！孩子，我本以为你能到我身边便是你我的缘分，所以你是不是我的亲生女儿都不重要，可你实在是太过了，我教不了你了。青云，你我的母女缘分到今日为止了，日后好自为之吧。母亲，那我是谁？我究竟是谁啊？你可还记得从前父亲每年都会带你去祭拜一个人，但后来你嫌弃路途远不肯再去，他便是你的亲生母亲。他是谁？他是逃荒到京城，我母亲见他可怜才收留，可是他生你时难产而亡。你骗我！沈青云自今日起从族谱除名，这个名字原本也不属于你。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。陆昭昭、柳玉柔，你们这两个贱人不得好死！沈青云，本宫命你天黑之前离府，护国公府容不下你。若你再敢污言秽语，即刻赐死。母亲，救我呀！你们要将我儿子带去哪儿？他要害我夫人，我便要他生不如死。傍晚，沈青云正在收拾自己的金银细软。陆昭昭、柳玉柔，只要我活着，便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顾月莹，你个白眼狼！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你，竟然敢害我儿！我再怎么样，还是有些钱财，依旧可以过好日子。至于你，我倒要看看没了我你要怎么活。你可还记得我娘亲？不会的，她那时还小，不会记得的。看来你记得，是你杀了我娘亲，今日就去给她抵命。从身后拿出了一把刀，颤抖着手杀向沈青云。门口的墨江听见动静，立马冲了进来。娘亲，是女儿忽悠，女儿对不住您。说完便晕了过去。沈青云明显被吓得不轻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娘亲，娘亲，你不要丢下我，娘亲，对不起。你们报官吧，我就是故意的。月影，我知你不是心地险恶之人，你若是有什么苦衷，可否同我们说说？我娘亲与我父亲早就相识，她在别人眼中是个身份低微的戏子，可她在我眼里却是最温柔良善。父亲曾许诺她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她信，
可没过多久，父亲便迎娶了护国公府的嫡长女，我娘亲自然就成了那个见不得人的外室。她真的好傻，纵使被辜负了，她依然觉得是因为自己身份低微，配不上父亲。后来沈青云同意娘亲入府了，娘亲谨守本分，从不敢逾矩半步。她还是容不下我娘亲，可怜她去世的时候一尸两命。娘亲去世的时候，我也不过6岁，她同我说，就当做什么也不知道，好好活下去。他希望我做一个良善之人，更希望我能保护好自己。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月瑶，你的娘亲希望你好好活着，你如今为了沈青云，竟然要搭上自己的性命，不觉得不值吗？我连给我娘亲报仇都做不到，还有什么脸面苟活于世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谁做下的孽就应该承受恶果。大嫂说的对，将他交由官府，定能查个水落石出。最终，沈青云被送至官府了，罪名是杀人。一套刑法下来，再加上顾月莹和荣安伯府从前的一个老嬷嬷作证，对此他供认不讳，原定于秋后问斩的，只是他自小没有受过什么苦，没熬几天人就没了。娘亲，您可以安息了。陆姐姐，陆姐姐，大恩大德，莫齿难忘。若日后有机会，月莹定当携还以报。今日不辞而别，望姐姐们见谅。我不想像我娘般做一株菟丝花，我想试一试靠自己活下去。顾月莹，留。这姑娘是个有骨气的，幸而如今大齐国泰民安，否则她一个小女娘该多危险啊！昭昭，我想回刘府将我姨娘接出来。如今我嫡母是一时顾不上她，可我怕终有一日她会步了月莹姨娘的后尘。大嫂，想来那柳大人和柳夫人大抵是不会轻易同意的。但你如今怀着身孕，倒是可以让你母亲来府上陪你小坐，他们也没有理由拦着的。怎么了？我想将我姨娘接到府上。我知道这不合规矩，若实在不行，我同姨娘搬出去也可以。等这个孩子生下来，我们便和……玉柔，对不起，从前是我不明白你的处境，是我不好，我陪你去将母亲接来可好？沈家辰，你是认真的？玉柔，我们现在便去。玉柔到正院的时候，屋内传来了柳氏的咒骂声。都是你的女儿做的好事，若不然，我的玉莹怎么会受这般苦？给我往死里打！不许动我姨娘！沈家辰眼疾手快，上前将丫鬟给踢开。姨娘，你没事吧？玉柔，我没事。好啊，柳玉柔，就算你如今嫁入国公府了，可在这个家里，我依旧是你的嫡母。你敢忤逆我，就是不孝。刘夫人，我提醒你一句，玉柔是我沈家的人，谁准许你对她大呼小叫的？家臣、玉柔，你们回来了。见过父亲。孩子，快起来吧，你又闹些什么？老爷，赵姨娘顶撞妾身，我作为当家主母，略施薄惩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父亲，女儿有话同你说。走吧，去书房。玉柔，我同母亲在这里等你。说吧。父亲，我要带姨娘走。玉柔，这不合规矩。父亲，这些年您因为护国公府而得到的好处也不少了吧？您的养育之恩，女儿也算是还完了。可我姨娘在这后宅之中，却处处受到嫡母的欺辱。自古婚嫁之事，便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况且护国公府是顶好的婚事，为父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。父亲，这样好的婚事，那大姐姐当初为何要同旁人私奔呢？你胡说什么？父亲，您以为只有我知道这件事儿吗？沈家辰也知道。如果今日您不许姨娘同我走，那明日整个护国公府，甚至整个京城都会知道柳家出了个与人私奔的姑娘。那您的官声想来也是岌岌可危了。柳玉柔，你是疯了不成？你也是柳家的女儿，若此事传扬出去，你在护国公府还如何立足？我不在乎，父亲，我不在乎。荣华富贵从来就不是我所求，若不能护姨娘周全，我便枉为人女，更没有脸面安安稳稳的当我的大少夫人。所以你这是在威胁你父亲吗？父亲，您若还想要护国公府这门姻亲，那便让我带姨娘离开。好，你好得很。女儿多谢父亲成全。昭昭，我今日听到一个消息，你想不想听？什么消息啊？薛继承成亲了。那是好事啊，不知是哪家的姑娘？萧家大姑娘萧雨柔啊，怎么会这么快就定亲了？难道是因为前些日子那些流言？陆昭昭，哎呀，这谁家的醋坛子翻了？怎么这么酸呢？轻轻捏住他的下巴，吧唧一声，沈大人吃醋的样子啊，当真是令本夫人爱不释手啊！
你说是不是因为慈安寺的事儿连累了萧雨柔，所以武顺侯才急匆匆的给他定亲？陆昭昭，方才你便心不在焉，原来是搁这儿惦记着信薛的，是不是？沈世子啊，你这是在无理取闹！我惦记的明明是萧雨柔，与薛二公子有何关系啊？夫妻一体，他们已经定亲了。所以呢？果然得到了就不珍惜了。沈家言起身下榻，朝着门口走去。你若是现在出去了，我可不会给你留门啊！对，窗户也不给你留哦。他悻悻地摸了摸鼻子，转身回了床榻。不用别人，沈世子自己啊就把自己哄好了。翌日，姑娘，萧大姑娘的信。昭昭见字如面，近来可好？我知你定已得知我定亲之事，望你莫要挂心。这门婚事我是愿意的。我虽貌不及你，才疏于你，可我气势却不输你。这京城除你之外，怕也少有人是我的对手，所以不要忧心我。慢慢的，他眼眶有些微热。夫人，您要找什么呀？奴婢帮您吧。过几日便是皇后娘娘的千秋节了，到时候我定是要随母亲一同入宫的，总是要寻一件像样的礼物才好啊。将这幅画包好。夫人，你这是在查看自己有多少家产吗？沈世子啊，早知道你这么有钱，当初啊我就该早些嫁给你才是。陆昭昭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还是个小财迷啊？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。他抬手在他腰间轻轻戳了戳，沈家眼弯腰，低头去亲他的额头，听到身后传来琉璃和珍珠的笑声。喂，你能不能注意点？回屋吧，小厨房都将膳食备好了。用完了膳，你觉得皇后娘娘会喜欢吗？还不错。上次见大姐姐和娘娘还是在你我刚成婚的时候呢，如今都3个多月了，成婚了，什么都好，只是不能时时同家人朋友待在一起。近些日子大理寺也没什么事，你若是想佳宁，我便陪你入宫；若是想大姐姐，我便陪你去四皇子府；要是想回家了，我陪你回阴阳侯府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骗人。为夫何时骗过你？床榻上不算。不要脸。遇见你的眉眼，如清风明月，在似曾相识的凡世间。顾盼流连，如时光搁浅，是重逢，一如初见。缠绵牵。今日是本宫生辰，都是自家人，无需拘束。圣上政务繁忙，咱们先用。昭昭可有消息了？啊，什么消息啊？大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有什么的？你若是回家，母亲也定会问的。大姐姐，我们用饭吧，这皇宫里的膳食当真是不错的，就知道吃。杨姐姐，你小声些，今日是皇后娘娘的寿宴，莫要惹事儿。用你管，小门小户出来的，就是胆小怕事，也不知道你父母是如何教养你的。杨姐姐，我父亲虽不如你的父亲官位高，但我白家也是书香门第，世代忠良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一个区区从4品官，也谈得上是书香门第。我父亲可是正3品大将军，你也配和本妃平起平坐？如今还关心我来了，当真是不知死活，惊动了一旁正在闲聊的陆锦瑜和陆昭昭。梁侧妃，你干什么呢？皇子妃，我可是什么都没干，您莫要冤枉了我才是。这不是温皇后当初为4皇子选正妃时，她去晚了，说不定啊，她才是如今的4皇子妃呢。白侧妃有什么委屈，回府同我说。是，多谢皇子妃。姐姐装腔作势的，妹妹蛮横无理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皇后娘娘，妾身今日准备了一首曲子，想要给您祝寿。如愿去给梁侧妃取一把琴来。当初给4皇子选正妃之时啊，圣上便属意云阳侯府和梁家，而他则是更倾向于云阳侯府。幸而老四与他眼光一致啊，开口便是陆家大姑娘，想来是合眼缘吧。皇后娘娘，妾身献丑了。有心了，赏。妾身多谢皇后娘娘赏赐。皇后娘娘，妾身可是听说云阳侯府的姑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皇子妃姐姐和世子夫人可都是出自云阳侯府，不知可否让妾身见识见识？今日是母后寿辰，儿臣愿意弹奏一曲，为母后助兴。皇后娘娘，臣妾不善音律，倒是可以做幅画聊表心意。